喝汤了，喝汤了！这下临沂超载队是真的喝汤了。灵狐敌下这个队伍的总伤提升了6.57%，看着好像不多，但是灵狐敌下比灵狐敌班这个队伍的自由度更高，容错率更大，生存能力也更强，可以说是十分有效、全面、舒服的迭代。夏沃磊给队伍里的2个核心提供了攻击力和减抗。迪西亚穿上千岩套，提供生存和加攻击，总计为2个输出核心提供了60%的攻击力加成和40%的减抗。原本8重在后台根本吃不到班尼特任何 buff， 只有开大的时候和林尼抢一下。而现在在夏沃磊的加持下，在后台已经杀疯了，1.4万一道雷，而且这个队伍根本就不用担心超载会让怪物没有附着。因为8重杀声音的附着频率不高，不算大招，总计才5次。迪西亚又是一个稳定的后手火，几乎每一次都可以给怪物挂上火。我统计了林尼1轮16次攻击中，除了开场时候怪物本身没有附着，期间只有1次出现了怪物身上刚好没有附着的情况。另外，这个队伍里8重稳定超载，那么8重的精通天赋在这个时候就可以带来更多的收益，不仅提高自身的伤害，而且也提高了超载的伤害。然后这是我临沂的练赌，0+0猎人套22.6个词条，用的是破魔弓，武器确实寒碜了一点。这个临沂的5层伤害差不多是这个水准，换上班尼特，那么就达到了8万多。作为对比，用夏沃雷也是8万这个级别的伤害。可以发现，虽然班尼特加的白值更高，但是由于夏沃雷40%的减抗，所以期望伤害的差距其实并不多。一套下来，代班打出46.3万的总伤，代下打出44.8万的总伤。然后我账号唯一强度爆炸的8重神子，28个词条，圣遗物是2+2，这个练赌对我来说真的已经很顶了。武器呢是天空之卷，我8重攻击力的白值达到了1000多，不吃拐呢伤害是这样子的，加上班尼特又吃不到拐，所以就不演示了。换上夏沃雷是这样子的，这个双40真的是香到飞起，要是再加上迪西亚这简直可以称为8重又一次的春天啊！然后呢，在这个超载阵容里面，8重其实可以把攻击杀换成精通杀，然后在输出的手法上，打桩的话呢，临沂先重击挂火，然后8重释放杀声音，接着夏沃磊长 E， 然后迪西亚开领域，切临沂3次重击加 Q， 但是不要马上 E， 因为这个时候8重的杀声音时间到了，所以呢，有大的话可以让8重先开大，然后快速切临沂回来 E。如果8重没有大，那么临沂就可以直接开 E 了。不过我觉得，既然我们踢掉班尼特，就是为了解放吃拐的时间和地点的限制，所以角色释放技能的顺序是没有定式的，应该根据环境去灵活的选择才是最佳的。然后夏沃磊的圣遗物呢，我会选择吸食之歌。理论计算中，宗室呢可以抹平班尼特的差距，但是因为吸食之歌是治疗启动，然后夏沃磊战绩可以治疗，所以相对来说更稳定一些。万一宗室的夏沃磊没有循环上，开不了大，那不就很难受嘛？那总的来说，这支队伍呢，临沂自身伤害变化其实并不大，而8重火力全开，夏沃磊解放了 buff 时间，剔除了内鬼火，加上迪西亚生存能力比原来强了不少，伤害呢也有所提高，短板逐渐被补齐，我觉得算是一个非常逻辑自洽的队伍了。但是临沂作为一个蓄力弓箭手，本身操作上带来的缺点，并不能通过伤害和队伍的结构去改变。比如说害怕一些多动的元魔，对于 BOSS 呢起不到嘲讽的作用，还有比较别扭的操作，这些根本上的痛点还是存在的。所以这个队伍虽然喝汤，但是也并不见得会有多少玩家因为喝汤所以去选择临沂另外，如果追求刺激的话，临沂呢也可以用班尼特加夏沃雷2个拐，然后换上北斗提供抗打断，去追求更高更极限的伤害。那这就和将军组雷下打出更高的数字是一样的。但是这样的队伍对环境的适应性肯定会下降，更适合去打桩，而且北斗单人充能就需要一些手法和损失伤害去弥补了。但是爽确实还是蛮爽的。那么到这里，从 4.0 开始，临沂踢掉班尼特的猜想应该算是成功实现了。而在对这些角色的研究过程中呢，我又发现了更多有趣的细节，比如对于仆人的猜想变得更加具体了，对于枫丹以及娜塔的布局也似乎更清晰了一些。所以未来我会把这些线索整理一下，再和大家分享。那我是提瓦特地理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